老子真是信了你的邪啊！排长向文书报道，还跑步。三营长万万没想到，一个文书竟让排长跑步向他报道，简直倒反天罡啊！而造成上下级关系顛倒的起因，竟是因为一位女记者的彻底崩溃。查来！我就没见过你这样英雄！由于顺柳在三道湾阻击战中一战封神后，军区特地派遣女记者对他进行专访。可因顺柳的淳朴是刻在骨子里的，不懂啥叫英雄话术，说的全是实打实的战斗細節，所以完全不符合記者想要的高大上英雄形象。其實這背後啊，是獵戶出身的順柳對英雄的樸素認知。他認為能打鬼子就是本事，哪需要花裡胡哨的話術啊？但沒辦法，眼見女記者搞不定一根筋的順柳，司令員只好讓文書翰林接替採訪。畢竟兩人關係鐵，翰林也懂宣傳。可等專訪報紙印出來，翰林一句讓順柳跑步向我報道，卻直接讓三營長驚掉了下巴。老子真是信了你的邪啊！排長向文書報道，還跑步。三營長的震驚在於，從行政級別來說，排長明明是文書的上級，所以翰林此舉簡直是藐視部隊規矩啊。不過翰林這話裡其實也藏着小得意和小傲嬌，所以他壓根沒意識到越界了。然而更令三營長沒想到的還在後頭呢。翰林在採訪時，為了順柳英雄形象更立體，竟憑空加了順柳一邊射擊一邊喊為排長報仇的情節，這讓新兵們聽着是一臉崇拜，可當事人順柳卻立馬站出來了。這能錯了？這要錯也是你錯呀！這報紙上寫的能錯嗎？這肯定錯了，我真的什麼都沒喊。這射擊不能喊，一喊就飛了。順柳的急眼特別真實，因為他深知開槍時分心喊口號只會打偏，這是最基本的戰場常識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從小被父親和姐姐教導要誠實本分，因此這種瞎編直接觸及了他的底線。而翰林的出發點其實也沒錯，在艱苦的抗戰年代，這樣的宣傳能快速激發戰士們的鬥志。可他終究忽略了順柳務實的性格，也忘了宣傳不能脫離戰場常識。說白了，這就是現實主義跟理性主義的一次激烈碰撞。順柳的現實主義源於戰場的殘酷和本分，而翰林的理想主義來自知識分子的宣傳使命感。哎呀，這個學問大，跟你說你也不懂。這弄了半天，這就是學問啊！順柳怕誤導新兵，執意要改正報紙上的錯誤，而翰林卻覺得藝術加工才是學問，能讓英雄更深入人心。況且這報紙都發出去了，已經沒辦法撤回了。於是兩人吵得面紅耳赤，屋內的動靜也引來許多戰士圍觀。但就在場面快要失控的時候，屋外的三營長終於按捺不住了。怎麼回事情呢？三營長一出場，首先壓根就沒糾結報紙上的內容，反而先敲打着翰林的沒大沒小。翰林吶，我看你現在是越來越不得了了啊！你讓排長向文書報道啊，還跑步，我這是見你個大頭鬼！這話顯露出了三營長的精明之處。部隊打仗靠的是紀律，上下級沒了規矩，那遲早要出亂子的。不過訓完翰林後，順柳也沒跑掉。三營長點醒他，你這個新兵連的排長要端正好自己的位置，不然總是被文書翰林給牽着走，那多不像樣子啊！你現在好歹是個幹部噻，排長噻，你也有那個派頭噻。他叫你跑步就跑步，他叫你報道就報道，他叫你上序，你是不是要變猴子啊？三營長此話過後，翰林臉上閃過了一絲不服氣，那是年輕知識分子的傲氣。而順柳則是乖乖認同，既是對部隊規矩的敬畏，也是打心底對三營長心服口服。個報紙有什麼好看的呀？剛充電，趕緊去。訓完人的三營長火氣倒是降下去不少，這才想起拿過報紙一探究竟。可很快他的注意力又被順柳在報紙上的造型給吸引了，還瞬間破功笑出了褶子。這個造型不錯啊，有點意思了。不得不說，三營長這反應也太有趣了，簡直就是全劇搞笑擔當啊，確實值得大家給他點個讚。而三營長平時雖然愛訓人守規矩，但心裡其實特別護犢子。他笑的不只是報紙上的造型好看，更是看到自己手下的神槍手順柳能上報紙，成為人人敬佩的英雄，那是打心底裡驕傲啊。那麼接下來又會發生哪些故事呢？持續點讚關注，我是普通話不咋標準的阿薩，我們下集接着嘮。